是谁送的？这是江嫂，你的生日礼物呢？什么？涉及你们小情侣之间的秘密，我不能露出来。啊，这不就是？对，就是我送的。哇哦，看得出来，江 Sir 还挺有童心的，是吧？童心还是不上心啊？哦，那我倒想听听，我怎么就没上心了？上心吗？上心，今天瑶瑶过生日，你就送这个？我为什么不能送这个？江子恒是瑶瑶的呢，这话本来不该我说，但我今天就非说不可了。好，那趁今天人齐，我洗耳恭听，好好见识见识。那我就好好说。依依，你送那条蓝妹儿多少钱？没多少，她最近做活动，6300。我送的这条项链略贵，7700。贵新送的就更不用说了，现在金价700多元一颗，18克，最起码得有1万多。这玩意儿，我都想不明白，你是怎么好意思送出手的？我为什么送不出手？这瓶星星是我的。您星星一共1314个，网上卖71.9，商家还能额外赠送2人，好评返现还有。这就是你口中的上心？我承认，工业化生产确实极大的冲击了手工制品的商品价值，但这瓶星星它不一样，这是我这半年以来在陈路遥看不到的世界里，一颗一颗亲手折出来的。你的意思是，这瓶星星不仅局限于它那不到100块的商业价值，还倾注了你的心血和热情，是这个意思吗？我还以为你会很感动。上大学的时候，小孩的把戏差不多就收手吧，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难不成你还要道德绑架瑶瑶？哟，这又从何说起啊？我久坐案前，腰椎不太好，还真背不起这么大的一口黑锅。还在演？大家在职场上混迹多年，不说成了老油条，能看懂几分眼色的本事还是有的。你现在拿着这瓶星星说什么？还以为你会很感动的话，不就是指责瑶瑶刚才没有阻止丁倩为他出头，让你丢了面子吗？他要是不感动，就是抹杀了你为这个便宜货付出的心血和感情，就是在乎礼物价格，就是拜金该是万夫所指。可他要是感动了，那我就该闭嘴了。毕竟人家正主还没有说话，我一个外人在这操什么心心，是吧？你要是以为能凭借指责女生拜金这种落后的道德枷锁来强逼瑶瑶咽下这份委屈的话，那你错了。Girls have girls， 我们不会成为指责瑶瑶的猫，而会成为她坚强的后盾。没错，现在是新时代了，我们女生可不会被男人定义。想象力还挺丰富的，我不过是有些遗憾。我和陈路遥在一起整整7年，从校园走进社会，竟不能谈一点感情。谈感情就不用花钱了吗？是7年，你享用了一个女孩最美好的心，就拿这个给我。打住！我想问个问题，什么叫享用啊？我付出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吗？那能一样吗？会不会是因为这家餐厅的规格太高了，所以在预算上有一点点的捉襟见肘啊？是不是？这不是理由。第一，你没谈过恋爱，可能不知道，一个男人如果真的爱你，就算去卖血卖身接高利贷，都不会在你面前哭穷的。尤毅也算是业内知名的大厂了，他作为公司的中层管理，底薪也不算微薄，更何况还有足足1年的时间可以准备。真就差这点钱吗？没错，这个餐厅的规格确实很高，需要提前1个月预订，餐标更是达到了人均2000的标准，所以面子上的钱花的差不多了，礼物上呢就节约一点，淘宝上买个小星星，讲讲感情故事，这样钱没花多少，面子里子就都有了。
但是说到底，这不过就是权衡利弊，得到后就不珍惜吧。真是诡计多端的抠门。所以，你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错了吗？所以，是我错了。你自己看看，这就是我谈了7年的男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一个装满折纸星星的许愿瓶。播出去，笑话吗？我再和你说一遍，这个许愿瓶里1314颗星星，都是我忙里偷闲一张一张亲手折出来的。这份礼物倾注了我这7年来对你所有的感情，我的爱光明正大，我不觉得它哪里不像话。你的爱好廉价，廉价到让我恶心。什么？这是辆保时捷的钥匙啊！之前说过，表姐家条件好，上大学的时候，她爸妈就给她买了一台敞篷718代步。咱们2个人的家庭都是普通家庭，温饱不成问题。可是和这种随随便便就能花大几十万买一台实用性不高的跑车当玩具的家庭来比，还差得远。不过我当时就发过誓，以后我不想让你羡慕任何人。哇，这个是送给瑶瑶的吗？好感人啊！我就说嘛，那个嘉 Sir 绝对不是那种看人下菜碟的人，对吧？是不是？本来是。哎呀，我们女生有时候本来就有点容易情绪化嘛。我们瑶瑶刚刚说的都是气话，做不得输的，是不是瑶瑶？可我当真了。谁知道真送假送啊？没准儿是打火机呢。你就别掺和了。餐费我已经付过了，几位，吃好喝好。阿豪，阿豪，哎呀，还不赶快去追啊！好。外面下着雨呢，我知道错了。阿豪，姜子豪，我们把话说清楚。那是什么？求婚戒指。那你倒是求啊！我人都在这儿了。还有这个必要吗？什么意思？你是要跟我分手？不然呢？就因为这点小事你就要跟我闹分手？姜思豪，你还是不是男人啊？小事儿，我不过是想在你拆开礼物的时候给你一个惊喜。你呢？你是怎么做的？你嫌礼物廉价，又不想显得自己拜金，所以没好意思开口。今天晚上，在你的闺蜜群里，你们没少吐槽我吧？是不是还让他们几个当你的嘴替了？我没猜错吧？我没有。你没有。魏鑫今天晚上有句话说的非常非常好，咱们都已经步入社会很多年了，都不是什么不谙世事的学生。今天晚上如果没有你的中肯，他们但凡有半点顾忌的面子，也不会那么跟我说话。
那不是因为我生日吧？我闺蜜向着我，不正常吗？那我要是对你不好，你朋友不也向着你吗？互相理解一下，不行吗？那你就该责问我为什么不帮你说话。说到这儿，我希望你好好回忆一下今天晚上他们说过的所有的话。陈无阳，我想问问你，就算我今天晚上送的就只有一瓶小星星，那我就犯下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以至于你的好闺蜜们整整阴阳了我一个晚上？我最亲爱的女朋友连一句话都不帮我说。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拿小星星来衡量你的。不生气了，好不好？我不生气了呀，真的。真的。我为什么要让一群无关紧要的人影响我自己的心情呢？阿和，我知道错了，我可以改的。你改什么？我只是希望以后在你收到礼物的时候，别那么着急下定论，也别那么着急找一群人来输出别人。我还就告诉你，今天晚上就算没有这台车，就算我送的只有我亲手叠的那一瓶小星星，那又怎么了？那也是我的心意。老话说得好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有些人，就算东西送到他手上，他也接不住。我的爱一点都不廉价，廉价的是给他定价的你，你们。到此为止吧。阿和，阿和，阿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没事吧？不要我了！没事，没事的。好了好了，瑶瑶，瑶瑶，你听我说，他现在就是在气头上，我们先回去，等哪天他情绪稳定了之后，我们约他出来，你再好好跟他道个歉就好了，好吗？他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多逼事儿？要不是他藏着掖着，瑶瑶至于这样？好啦，男的不都是小孩性格吗？回头好好哄哄他，撒个娇服个软，先把车搞到鲁再说吧，不能白跟他这么多年。感情上就别这么功利计较了吧。我看江 Sir 心里能记事儿，他是有细节重感情的。瑶瑶，我觉得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向他表态，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个人才对。你不懂，谈恋爱这件事里，那女生没占到便宜，那就是吃亏了。瑶瑶跟了他这么多年，那辆车本来就是瑶瑶应得的补偿，他要是开口说不要，白白便宜了出去。你说的对，我明天就去他公司楼底下等他，好好聊聊。操，什么破歌！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喂妈，咋了？子恒啊，你后天有时间吗？后天，今天是周二，后天我要上班呀，妈。好好，那你好好工作，没事的。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需要我陪同？还是说你和我爸身体不舒服？没有，我们没事儿。是小冉后天结婚，你爸说别告诉你。我又不找你多管闲事。从今往后，我没你这样的哥。不是说避着你，怕你又跟小孙闹得不愉快。毕竟是小冉自己选的人，再怎么说也是你妹夫。我过去一趟，至少随个1万。对了，我记得他现在好像做什么摄影耗材生意是吧？是，这2年有点起色。
好，我知道了，先这样啊。喂，小鱼，前段时间是不是有一个叫浩宇器材的耗材公司给我们公司投递过一份合作意向书啊？你查一下他们公司的资质，如果合规的话，明年一整个年度的耗材订单分成3成。江总，这个浩宇器械合规是合规，但规模不大，3成完吃不下，1成半是极限喽。1成半就1成半吧，多少要帮一帮的。这样，后天你把合同送到婚礼现场。女士，你眼光真好，这是我们家今年主推走量的新款，虽然重量只有30分，但是它的净度和切工都是极好的，很有性价比的。那这个多少钱啊？现在店里有活动，优惠完是5990。看完了，多少钱？先生您好，这款钻戒是5900。这么贵？先生，这款钻戒的价格已经是同级产品中最具性价比。等，你们什么情况我都知道，钻戒就是一场骗局，都是靠炒概念炒起来的，它压根就不值这么多钱。然，这款它难看还死贵，我们回去在网上补啊。我知道一家店500块钱就能买到3克拉，价格才1/10，不比这个划算。苏浩宇，我这辈子结婚就只有这么一次，为什么我连选择自己喜欢钻戒的自由都没有？不是，这买东西不得货比三家吗？我不用你出钱。这些年我打工存的钱也有10万出头了吧，再加上我妈给我的家装补贴也有15万左右，不都存在你那儿吗？就从那儿出。这2口过日子哪能这样花钱呢？妈，你都怀孕3个月了，这马上还要办婚礼摆酒席，回头孩子生下来，这哪不需要花钱呢？你就不能学得懂事点儿，好呀，减轻点生活压力呀。我没给他压力啊，妈。之前彩礼我们家只图个好兆头，要了9999，意思了一下，这还给我添了15万，返了回来。你这话的意思是我们家浩宇占你江家的便宜了？我没那个意思。不是这意思最好。江然呐，你年纪也不小了，这有些规矩娘家人没教会啊，你自己得主动去学。这做人呐，第一条就要认清自己的位置，要本分。妈，你也是女人，我只不过是想在我自己的婚礼上，用我自己的钱给我自己买一枚自己喜欢的钻戒而已，这还是性价比款，怎么就成了没有家教、不本分？什么你的钱我的钱啊？这你们结婚以后不都是你这小家人的钱吗？真是小工人家庭出身，脸气就是那么窄。你们这样，这以后怎么把日子过好啊？哎，好了，妈，冉知道错了，我们再逛逛。你呀，就是太宠着他了。现在正是事业的上升期，连游艺这种国际影视巨头的订单，你都足足吃下了1成半。现在不教他点为人处事的道理，日后是要拖你后腿的。是啊，江然姐，这次你们的婚事可是备受家里重视，几个颇有成就的叔伯都推了别的商务邀约，千里迢迢赶过来参加婚礼呢。你们江家那儿有没有什么上得了台面的亲戚要来呀？我们也好提前准备准备，免得失了礼数。哎呀，他这成分就在那儿摆着呢。你不是什么金枝玉叶的富家千金，能有什么唱等寒夜的亲戚啊？也不知道从哪儿发的小家习气。江然姐，事到如今，我也跟你说点掏心窝子的话。以我哥现在的条件，有多少家庭条件好的女同学想认识他呢？他还愿意娶你，已经够意思了。你呢，也安分点，别老让我妈生气了啊！一帮穷亲戚，什么忙都帮不上也就算了，指不定啊还要牵累我们家丢面子，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脾气，要钱买钻戒。哎，好了，微微，你也少说两句。冉现在还怀着孕呢，我妈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让我心里去。不过，曹操
你现在怀孕3个月了，这钱就应该花在刀刃上。这样，咱们再逛逛，挑到合适啊。走吧，再逛过去。我告诉你，现在不立规矩，结婚以后啊，他还真把自个儿当公主了。妈，知道了。江展，现在最重要的是为自己心仪的学校安心备考，而不是跟孙浩宇那种小混混待在一起浪费时间。你在毁掉你自己的人生，你知道吗？他不是混混，他会弹吉他，他会为我写歌，他还会骑车带我追夏天的风，还会陪我躺在草地上看天上的云。我们在一起很幸福，你根本就不懂他。是你不懂他，他一个中专生拿什么给你敬？你搞说唱吧。是他现在尚且有爸妈的老本可以啃，那以后呢？小瑞，这种话你向来心情高，如果以后你真嫁过去，难道跟他一起看他爸妈的脸色过日子吗？我真的没想到他背后不少人话会从你嘴里说出来。我为什么不能说这种话？我在你这里面，我这不叫背后诋毁人，我这叫陈述事实。看到我好难理解，我好我比你更了解他。我以后自己要不要做回事？求求我，我没你这样的哥。哥，我后悔了。国际知名珠宝品牌 Saras 国风珠宝新品小山青，由 Saras 新晋女掌门人兼业内知名设计师柳桦小姐亲自操刀，将于今日在我市的江陵大厦揭开唯你是青山10城巡展的序幕。哦呦，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唉，说来，冉冉长这么大，我这个当哥的，连件像样的首饰都没送过她。没事儿，反正有的是时间。这样，咱们去市中心的金店先备一套。那么，江陵作为10城巡展中唯一一个不在国家规划中心的城市，缘何会独得柳小姐的青睐呢？是因为一个人，黑神话冲走西游的编剧兼导演多少先生。姜子恒，你听到没？世界著名设计师柳桦，居然是你小子的女人。他是江陵人士。当初我在国外想要创作一款以古风为主题的珠宝时，正是从片中男女主的山外青山空虚远举情中得到了灵感，才诞生了小山青。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跟他多多交流。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没想到背后还有这样一段高山流水的雅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开展首日我会亲临现场，为大家讲述创作背后的故事。那去江陵大厦？这次小山青的展出事关Saras品牌在国风珠宝领域的首次尝试，也是我们拓展大中华区市场的重要一步。那有劳诸位了，散会。猜猜我是谁？听说咱们沈大小姐为了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刻意隐瞒了游艺影业董事长千金的身份，从实习生做起。妈，今天不用上班，可以来看我啦。真没意思，怎么一猜就中？小傻瓜，真当我的安保局是吃素的？除了你，谁还能这么随意的溜进我的家乡？啊！贺直，又不是小孩子了，一天变了一个成心。说吧，来找我什么事儿？化解了，我没事儿就不能找你了。江陵啊，是个小城，跟临安隔着10万8千里。你要是真的想我，过几天就是唯你是青山的松江府展，到时候见我不是更方便？再说了，你们家的业务集中在沿海1线，
要是说来江陵拓宽业务，那更是天方夜谭。所以你突然出现在这里，一定是有事儿，而且是急事儿。我不是，你谈恋爱了？我没有。哦，动心了，但还没拿下。这我倒是好奇了，到底什么样的男人能把咱们家小公主迷成这副模样？花姐，好了好了，说正经的，到底什么事儿？就是人家对我有恩嘛，我想略表一下谢意。啊，西吧，我早该想到的，像这种规格的展会门票，我早就被预售完了。这下咱们一时半会儿从哪就搞些门票来？先生您好，冒昧打扰您一下，我呢有急事儿，必须进展会一趟，所以想请问您和孙夫人的票能不能出手？价格方面我可以出5倍，10倍也可以。小伙子，你还是不太了解小山青的分量。这可是柳画，这位珠宝设计的顶级天才，呕心沥血3年，在拉斯维加斯的 Ultra Design Awards 这个号称珠宝界奥斯卡比赛上，斩获了最佳高级珠宝奖的神作，同时还肩负 Saros 打开大中华区市场的重任。这场珠宝展名义上是对公众开放，其实它的开放日只有1天，票数也是少得可怜。一经发售，价格立即就被炒到20倍以上。你若有心思，应该提早下手。至少在昨天它的价格最高点翻了50倍的时候，那时候出手能小赚一分。小伙子，这珠宝展会呀，一开始就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这能进去的呀，就不用在这排队了；这不能进的呀，即使兜里有几个小钱呢，也没人花的。好的，多谢指教。那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啊？喂，小云，帮我联系一下 Saras 那边，看看能不能要2张维尼石青山的展会门票。这手没整了是吧？姜子航，你是程磊？哎呦，真是你啊，兄弟，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大学室友袁昭，这位是我高中时期的好兄弟程磊。你好。哎，你们也来看展了？哎，要么说你小子这重点大学没白上呢，在外面混迹多年，混得不错呀。这展子那票价可炒到10万1张去了呢。这么贵，难怪都不肯让票，原来都是不缺钱的呀。让？你们没票吗？临时起意，没成想这展会这么火爆，这不正想法子呢。啊，其实啊，到了这个级别的展子，本质上就是他们上层圈子的一次集会，来者非富即贵，没几个人会为了那点票钱轻易出卖资格的。不过你们确实没什么法子啊。但是谁让咱你有多大？票我是没有，但是若是带你们2个进去开开眼界，倒也不难。自我介绍一下，程磊，维尼石青山江陵展会的总策划。唉，可惜了，这10城巡场到这就结束了。思玉，我周元杰说话算话，这小山青就当是我给你下的礼物。小伙子，我可是看你年轻又明事理，才给你几分面子，可不要给脸不要脸啊！浪费时间，他们怎么能听你说这些呀？这些个小年轻人呐，就是想在展厅里多见见世面，之后呢，在他朋友面前多些吹嘘的资本。这下你跟他说，来的这些都是名流显贵的人，手抓在门画上，掰都掰不开的。哎，保安，保安！怎么回事啊？在这种场合大声喧哗，摊上这个楼，徐家这辈子都上不了台面。哎，段女士，您有什么问题？
我看你们这公司安保工作是越来越松懈了，怎么这活儿太多，服务质量都下降了？不能这么说，我们玄甲公司可是全国排名第1的安保公司啊！何况 SARS 这次展览全球瞩目，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啊！全公司上下紧绷一根弦，没人敢松懈呀！不敢，这么重要的场合，没有门票的人就能随便进进出出啦？没错，这2个人刚才在门口求过门票，找的就是我。如果有门票的话，直接拿着不就进来了吗？何必绕弯子找我求个门票？先生你好，请出示一下您的票据。我们确实没有门票。我们确实没有门票。玄甲这安保是干什么吃的？还真让这没票的人给混进来了。对呀，这么重要的宴会出了幺蛾子，玄甲的招牌以后还要不要了？这往后谁还敢再找你们负责安保工作啊？这要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还有珍贵的饰品。如果说让你们这些居心不良的人混进来，闹出什么展品失窃、客人受伤的新闻，那岂不乐死了？二位，请跟我走一趟吧，了解一下情况。虽然我没有门票，但是我已经派人知会过 SARS 高层。身份证。我们2个人的身份信息已经录入了来宾库内，您查一下就知道了。哟，能直接联系 SARS 高层，来头不小啊！哎，难道是个过江龙？一旦他验出来是人，他们再因为这事说，那玄甲这次呀就要足了。就是，斩死主人的贵客也是他能调来，回头人家背后在饭局上说2句。这种鬼话你们也相信？哼，在场的各位，如果有这本事，是提前知会SARS公司开辟特殊通道找人接入呢，还是被来到门口求购2手门票呢？你们都不要面子了吧？是啊，哎，他们要真有这个本事呀，那何至于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弄得这么难看呢？说到底，不过是反向思维、虚张声势罢了。人让门户过关，从容离场啊！你玄甲的招牌劈碎了当柴烧算。二位，还是跟我走一趟吧。哟，这么热闹啊？怎么回事啊？周公子，周少，周公子，李总，这位周公子是什么来头？一进场，所有人都要给他打招呼。嘘，谁让人家生得好呢？咱江林的经济命脉可都握在人家父亲的手下。周公子，可是我们夫妻2人发现了2个没有票的混进来混小子，现在啊，正和保安点名正身呢。什么？有这种事儿？哥哥，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到位。我知道此次会展是周少一力促成，尤其是今天柳桦小姐要亲临此处，万一让这些身份不明的圈外人冲撞了，让他对江陵产生厌恶，那可就不好了。所以我就越俎代庖，没想到还是碍了周少您的眼，是我们夫妻的错错。做得很不错，老许，我记得你家是做钢材生意的吧？是，准备好明年城南桥梁的建材。好，一定准备，请您放心。还真让他巴结上。至于混入会场、危害公共安全的，一定要严惩。他是周公子，好久不见。周公子，好久不见。姜子恒，居然是周公子的故人呢！老许这下算是拍到马腿上了。真是大水冲龙王庙。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高中同学，江陵一中铁打的第1名大才子姜子恒。原来是周公子的同学，久别重逢，可真是意外之喜呀！啊，对，是己。这在场的不是名流便是小辈。周公子有意点名这位全校第1是什么意思？要大伙扶这一手？
你也知道，在场的不是名流便是显贵，在这些人面前，区区成绩好算个屁呀！你都大学毕业几年了，别人介绍你还拿你高中成绩第一说事儿，你觉得有面子吗？以介绍之名，行羞辱之实罢了。看来周公子呀，和他这位同学在学校的时候相处并没有那么融洽。韩思雨，许久未见，你风姿更胜往昔了。那时年纪小，不懂事吧？哟，这小子好像是见过世面，有点底子。怎么说啊？哎，换作是你，在这种场合见到了以往有过嫌隙的人，而且对方还是身份明显不低的情况下，你要是个白身，还能这么心平气和的跟人家女伴打招呼吗？确实呀，况且他还有一个混进会场这件事在前，差点都被安保给架出去。你要说呀，这小子心理素质还真可以。可惜啊，连展会的票都弄不到，就算有几次，这后不到哪儿去啊！哎呀，你看这事闹的，我早该料到。刚刚程磊啊，他就跟我汇报过，你跟你的朋友两位没有票，他从内部通道给你俩带进来的。哦，原来是这样。说到底，还是非正常渠道进来。原来程磊迎接的真的是你啊！那不然呢？说到这次会展啊，要不是我赶进，他根本没法接触到这么大的会展。人长大了，总有自己的选择。不懂事儿的，社会会教他懂事儿吗？你说你老在大城市待着，也不回来看看，就过来看个展不放。江陵这几年发展也挺不错的。哎，你说今儿也不是节假日，也不是周末的，你怎么有闲心思过来？是不是辞职了？收拾东西安心回老家了？怎么想去烟草还是电网？这种要害部门，名校研究生想进去都不容易。那头估计是个纯纯的小镇做题家，没什么人脉的。周公子这一句看似随便，可真是让人颜面扫地、诛心之论。虎若出山谷，富强做侍郎，独望刘元吉，家贫走四方。我父母不过是寻常的工人阶级，这种差事恐怕力有未逮，还是留在外面多闯荡闯荡。心境豁达，日后未必不能有些成就啊。可惜啊，人生最大的分水岭就是羊水喽。确实啊，这个父母啊，才是孩子成长的第一条起跑线。他就算是再努力，也肯定比不过周公子今日的风光啊。都安排妥当了。本九先生刚下飞机，有点疲倦，我安排他去休息室休息。您要需要的话，他随时过来。说的很好，你看程磊这几年进步非常大。哪里，是您教导有方。虽然啊进不了那几家有数的单位，但是回来的事儿可以好好考虑考虑。毕竟大家都是有个交情的吧？想当年他们都叫你们俩组个什么 CP， 学霸组合是吧？小孩子起哄吧，再学霸，毕业后还不是要到城市里996当牛做马？休息的时候啊，连一张门票都用不到，毫无生活质量可言。我已经不是小女孩了，我对扶贫没有兴趣。是啊，等在老家朝九晚五的，还能陪陪家人，多好。对呀，考虑考虑，你要回来的话，我可以提拔你给程磊打下手。哇，刚刚那哥们说自己年入100万，给他当副手，我打个对折，那年入都得有50万呢。放心，绝对够的。小意思啊，子恒啊，你的学习能力非常。其实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让程磊给你打下手，这样也不至于连个会展都进不来。那算了，君子不夺人所好，这么大的利益，我都怕程磊打我。哎，说的什么话啊！你俩当时可是最好的哥们儿，他能有什么意见呀？程磊，你说是不是？那是当然，周公子的吩咐，我不由无二话。好，来，周总有什么吩咐？开瓶香槟，老友重逢，必须得喝瓶酒。我开车不喝酒。哎，交个代驾的事吧。去呀，快去呀！好的，别稍后。哎呀，这人啊，运起来了是怎么挡也挡不住。回趟老家，又是升官又是发财的。
恭喜啊，江总！你可得好好感谢周公子啊，不是谁都有机会得到周公子的提携的。就来了。那等等，姜子航，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了？你白在外边混迹这么多年了，连点这种基本的酒桌礼仪你都不懂了吗？啊？周公子的身份地位摆在这儿，他邀请你在他麾下工作，那是看得起你；他请你喝这杯酒，更是你的荣幸。你怎么把酒杯举得比他还高啊？算了，他向来如此，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人际将我视若相。这次回来，估计也是这个原因。兄弟，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你不通这点人情世故怎么能行？以后做业务有什么前途啊？你不赶紧跟上层领导打好关系，早日进入管理层，你能在一线干多久？是啊，找工作的人那么多，现在到了35岁，做不到管理层，很多大厂就要把你优化掉。他们说的没错，这次你回来啊，真得跟程雷好好学一学。有本事有什么用？有本事的人多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做人嘛。做人，我看那是当狗嘛。不是，你什么意思？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做奴隶并不可怕，因为奴隶会挣扎，只要挣扎就会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的生活中寻出美来，那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你们这帮人啊，自说自话能不能有个限度？井底之蛙当久了，还真以为天就井口那么大。别人工作日回来，又联想到别人在大城市混不下去得回老家，就又联想到别人不通人情世故，没有上升空间，就又联想到别人不如自己，对别人指指点点，高高在上。我说你们这帮人能不能发疯，要照照镜子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老袁，可恶，有气了。不好意思啊，我兄弟口无遮拦，我自罚一个。口无遮拦，看来你也觉得他说的对，看不上我们这帮井底之蛙。去！有些人啊，自认为在大城市待得足够久，其实对真实的世界认知浅显而幼稚。其实真正的井底之蛙，你们才是。看来你们真的是对周公子的能量一无所知。你们真的以为他是一个只靠父母、家族作威作福的纨绔吗？哦，有什么成就？愿闻其详。你知道全球票房登顶的黑神话？地球人都知道，但那是人游艺影业的东西，跟你家主子有啥关系啊？你知道影视行业最重要的是什么？创作型人才，规格足够的人才，甚至能够带得动一个产业。能不能说重点啊？你该不会想说黑神话整个团队是在你主子带领下开发出来的项目吧？虽然现在不是，但是很快我们就会拥有很多同级乃至更高级的项目。周公子已经花大价钱将项目中主创灵魂人物、导演兼编剧Virgil先生纳入麾下，很快将临江对标好莱坞，成为国内乃至国际首屈一指的影视工业基地。啊，什么时候的事啊？这种上层顶级人才的流动，你一个打工的，只有消息上新闻的那一天，你才后知后觉吧？给你的机会你就不中用吗？等你被时代抛弃的那一天，连句招呼都不会打。你看，我说吧，程磊的长进啊是真不小。到时候，江陵影视工业基地就交给你来负责了。你好好带你的老同学，长长见识。今后呢，你们两个那可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是，我一定会做好，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会让某些人知道给您做狗是多么荣耀的事儿。我一定会让某些人知道他究竟错过了什么。彼此话不投机。江子恒，
既然你如此心爱，想来也不会承元杰的恩惠，受这嗟来之事。既然如此，就请出示。思雨倒是提醒我，姜子航，你是清香白莲衣不染尘，像我这种当狗的光，你也不屑于沾吧？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呢？行吧，该说不说，有点给脸不要脸的。有多少人想当周家的狗而不可得呢？哎，学习好的多少会自视清高，没辙，没什么经历，不懂大丈夫能屈能伸的道理。他潦倒的时候啊，他就知道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大家都是老同学，本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可是老袁有句话说的没错，你们自说自话也该有个限度吧？也不知道是谁在自说自话。有的人没票，需要靠程磊从员工通道带进来的时候不显难看，逃票被发现要靠袁杰开口解围的时候不显难看。袁杰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想对你加以提携，你非但不领情，反倒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起来。你要是真有那本事，就不要依仗于别人，靠自己堂堂正正的走进来。倒也不必把你们小圈子里的潜规则看得太重。我遇上你不过是适逢其会，说到底，这不过是一个珠宝展会吧。我想进来就进来了，仅此而已。想进来就进来了？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公共厕所？你在临安城一个月的工资又能有多少？1万还是2万？你知不知道这里的展出门票在当日已经炒到10万一张？程磊说过了。你知道就好。这1张门票的价格就已经抵得上你半年的收入，想进就进，你哪里来的底气？就是啊，你当着这场展出真正女主人的面大放厥词，你难道不害臊吗？停！我怎么记得这场展会是Savas举办？他的女主人，我怎么记得应该是新晋的女总裁柳画才对吧？你们这群牛马呀，真是这辈子都得吃信息差的亏，活该打工打到死。柳小姐是 Virgil 先生曾私下表示愿意将小山青礼赠之一，而如今周公子作为 Virgil 先生的恩主，他若出口讨要，那 Virgil 先生能不忍痛割爱吗？什么？真是大气啊！限量珠宝，名流见证，这是一个女人梦想的极限了吧？她也太幸福了。大丈夫生当如是啊！意思就是周元杰要以 Virgil 的名声拿下小山青送给韩思雨。没错，所以说我说思雨是这场展会真正的女主人有什么问题？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究竟是什么东西？宝贝，你说我搭这个耳环怎么样？好看吗？不行，这个有点太素了，不搭。这个好看吗？这个我也不行，这个有点太繁琐了，我这身衣服没有那么华丽。不行，那我先退下了。哎，年轻人真是没有耐心。诶，这对吧？程磊，你的话太多了。对不起，周公子，我刚刚太激动，口无遮拦了。不要再有下一次了。抱歉，程磊的提前戳破，坏了氛围。只要结果是好的就行。现在你知道你的妄言有多么可笑了吗？我还是那句话，自说自话也得有个限度。你怎么就那么确信这小山青一定会顺顺利利的到你手上？笑话！小山青不到思雨手上，难道还能到你手上吗？啊！哎，我还是很好奇，你究竟是哪儿来的底气，能质疑我带给思雨小山青这件事？凭我自己多年来打工的一点小心得。不是不是我不信的，实在是大家都非常好奇，
周公子究竟开出了怎样的条件，才能让威州这种级别的人才都为之心动呢？好，既然你好奇，我就告诉你，我付出的是江陵影视工业基地51%的股权。什么？这等于说就是将一个偌大企业的绝对控制权拱手相让啊！有魄力呀！做人嘛，格局最重要。如果我没有这份承担前期风险，却又将利润大头和控制股权拱手相让的魄力，那么我又是如何说服这位大人物为我所用？而此事若成，这余下的部分，就算再稀释10倍，也够人食之无忧了。话虽这么说，临时之时，谁能眼睁睁看看自己下了这么大的力，却只能分得利润的小头呢？啊，还有呢？还有300万的年薪，还有衣食住行啊，那些都是小钱，意思意思吧。300万有点太少了吧？才3个城垒的价啊！你这种人怎么会理解我与威杰先生之间的默契呢？就这么跟你说吧，黑神话的全球票房狂揽35亿美金，仅仅是3%的分成，也是一笔天文数字。而这300万年薪是他的诚意。哦，自降身价跟你合作是他的诚意，那想必你也要付出一些诚意吧？而我的诚意就是将这300万的现金一次性付清。我的诚意就是将这300万的现金一次性付清。什么？虽然大胆，但是尽显豪气。你虽有权势，但是这明面上300万的现金流也不是那么好拿出手的吧？不是那么好拿，倒也不是特别难。一套房产的抵押罢了，像你这种人是不会理睬的。稍等，欲成大事者，岂能临机而牺牲？有文化，值得学习。周公子大气呀，不怕被骗吗？父亲，你以为文家先生跟你一样吗？目光短浅，只顾得这些蝇头小利。他真正在意的是这300万预付背后的信任和势必将江陵影视工业基地建成的决心。你以为还是在上学的时候，光凭成绩好就可以受万众瞩目？你已经被袁杰抛下太远。确实，在自信这方面，我确实被他甩了10条街都不止。哎，这点我可不认同。我感觉在自信这方面，你更胜。毕竟不是谁都敢在思雨面前说什么啊，这种级别的展会，我想进就进，我想出就出，这种大话。袁杰年纪轻轻，事业有成，当然有资本自信。他姜子恒算是个什么东西，也配与袁杰相比较？只不过是自卑之下撑起了自大。说到自大，哎，你们怎么就如此坚信阿九先生会与周公子合作呢？这不未尝也是一种自大吗？你什么意思啊？意思是，你还不够格啊！不够格？你知不知道周公子他的父亲？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老子来了，也得敬陪末座。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老子来了，也得敬陪末座。啊！你们知道全球票房登顶是什么概念吗？那是前后50年都罕见的现象级大爆发，国家级别的文化出海项目。他若真是，上下部门都得大开绿花。手握现金流的大资本从这儿来到10里开外，你一个小城婆罗门的儿子，连站在那儿排队的资格都没有。哎，这小子虽然说的有些夸张，但是仔细一想，也不是无道理啊。你一个大厂打工的螺丝钉，搞得你好像很懂呀，你知不知道？好，那么刘备呢？一介知席范蠡，他又是何德何能让诸葛亮为他所用？人格魅力这种东西，你这种利欲熏心的人是不配知道的。是啊，不过既然你要强撑嘴硬，在座各位也难免有些疑虑。这损害的不仅仅是我周家，还有他威着先生的名声。所以今天你这脸，我还就非打不可。好，那我就见识见识周公子的人格魅力究竟有多大。Fine。
维吉尔先生，3分钟到达现场，我有要事。该说不说，你这个电话打的还怪有气势的。哎，你有没有考虑过去竖屏短距离？别站神了，怎么说话？严肃点！一会儿人家一个电话把咱俩流放3000里，发配到北京战场上当苦力，我那份工你替我打。还得是你，怪不得你是我同学呢，就你会接我的梗。快点吧，阿元那丫头估计都等急了。是，小姐。我没听错吧？他说什么水硕出身，连实习期都过不了。一卓，看来你来的下属不是很给你面子啊。我看在我们过往的情分上，好心帮他说话，没想到他居然信口开河，祸水东引，以为把大家的视线转移在我的身上，他就可以和他的朋友们蒙混过关。他这样做啊，是把你和在座的各位都当成傻子了。哦，你们不是傻子啊？那既然不是傻子，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黄钟毁弃、瓦解凌云的事儿来呢？黄钟毁弃不？你考研呢你？这不是你秀成语的地方。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将用黄铜做成的钟砸烂抛至一边，而将用泥做成的锅敲得很响。意思是指将有才德之人弃之不用，而将无才德之人居于高位。这是你创造黑神话时亲自拟定的主题，怎么你不懂啊？还需要别人帮你翻译翻译呀？这不会吧？按理说，周公子赶工之一中，肯定是私下查验，否则那岂不要闹天大的笑话？不止，周公子还提案放人，快灭300万金啊！你以为我带起一个团队靠的是什么？我只需要决定他是通过与否就 OK 了。我的重心是要放在 Control 全局上，找到合适的人，让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场的诸位并非庸人，有谁是靠事必躬亲成事儿的？是，招到合适的人就行，样样都管，岂不是要累死？何必跟他浪费时间说这些？你以为这是什么行业啊？难道鱿鱼影业之前不存在是吗？如果说这些套话有用的话，哪还轮得到黑神话来创造这块里程碑呢？你就是个实习生，你懂什么？你的人生一直在取巧，一直在窃取一些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像一池发臭的死水。就是个庸人，没有天赋，没有精力，更没有喷薄而出的表达欲，所以你根本就不适合于创作行业，也过不了试用期，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对作品的掌控欲和对细节的执着。就你这种水平，也配称为 Watcher？ 所以说，这个李一卓还真有点问题。但这个小姑娘就是个实习生啊，这种规格肯定不是一般的实习生。而且你们注意到没？这小姑娘一点不带心慌的，要么就是心理素质真好，要么就是真的有底气。当初 work 的时候，怎么没见你敢这么颠倒是非啊？他跟你到底什么关系啊？竟然让你宁愿牺牲在游艺的前景，也要护着他。实习生你都下得去手，你那个分数不会是有提前预谋的吧？恋爱脑，恋爱脑！没想到你为了维护这个男人，什么话你都能扯得出来呀！现在这小姑娘胆子可真大呀！要真想证明身份，我这有东西可比你空口白牙的编故事有力得多。大家都知道，我这次来是肩负着帮周总拿取小山青的重任。若我不是 Burgess， 凭什么凭借着这个去联络 Saros， 找柳小姐去讨要小山青？游艺的版权意向合作书，还加盖了公章。我还没把这件事情同步下去，是谁走的流程？
还有这分成比例，要是这种规格的合同，柳小姐倾向于我角，那本人可定得出面。伪造公章可是大罪，尤其尤以这种规格的重大集团，这下铁证如山了。大伙还有什么顾虑吗？这谁给你的？公司高层的规划，岂是你这一个小小的实习生能过问的？怎么，你还要死鸭子嘴硬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说的话能比公司的公章还有效力？他竟然把版权意向合同书撕了！什么？你疯了！这份意向书的分成比例有问题。黑神话这种全球范围内的顶级 IP， 收入分成比例居然只占1成。我怀疑是公司内部有人以损害公司利益为代价谋取私利了。还有件事忘了告诉你，我的话确实比公章更有效力。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竟然敢擅自毁坏刘毅和 Saros 的合作，阻碍国内重大影视基地项目落地。你知不知道这项罪责，就算是上京某位实权3代子嗣掺和进来，也要连累家中的长辈早早退居2线。你以为你是谁？我是谁？你很快就知道了。等着吧，一会儿柳小姐来了，我看你怎么交代。交代什么？交代什么？柳小姐你好，我是江陵韩家的韩思玉。韩家，韩启先生的女儿。是的，我很喜欢您的设计，您是我的偶像，也是我想要成为的人。谢谢你，你也会的。这脸是……我正要跟您说这件事情。今天是唯你石青山10城巡展的首展，也是江陵难得的盛事。在您的重要时刻，竟然有人在会上刻意捣乱，将好好的展会搞得乱七八糟的。什么？把人家好好的展会弄成这个样子，正主来了，看怎么处理吧。这下这几个小年轻可惨喽。不过方才我们已经把他们控制住了，方才说的交代就是这个。不错，柳小姐，为此我们还特地为您准备了一份大礼，只不过被他们都搞砸了。哦，什么大礼？柳小姐你好，我叫 Virgil。就你一个人？不错，我知您创作《小山青》时将威者也知音特意将他请来，不过来得太急，没带下手。不仅如此 ，Virgil 还带来了尤毅和 Saros 的版权合作意向书。这么快？不错，柳小姐，我们是很有诚意的。不过都被这个小子给毁了。说来也怪我自己，这位是我高中同学，名叫江总。他因为没有票进不了展会，所以我好心带他进来，没想到竟然把我们展会弄成这个样子。不仅如此，他边上那个女人更是狂妄至极，竟然擅自撕毁了尤毅和 Saros 的版权合作意向书。撕毁版权合作意向书？没错，简直不把尤毅跟 Stars 放在眼里。我这就帮您处理他。来人！等等，我亲自处理。破坏了价值几十亿的合作，还同时得罪了尤毅和国际著名大行Saros。我看看他还有没有命令超谋。自诩清高，不谙虚伪，以武者惹出好大的祸事。幸好我当时没有选择你。原来是您。不速之客，还望柳小姐海涵。Virgil 先生能拨冗亲至，该是我这场小展蓬荜生辉才是。柳小姐说什么？我没听错吧？她怎么？没听错，是这个叫姜子航的。咱们都错了呀！什么？柳小姐，没搞错吧？柳小姐，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听了什么谣言，有一些误会。这版权合作协议书可是我带来的。
我知道是你带过来的，可是不是被他给撕了吗？陆小姐，这版权合作一下书都被他给撕毁了，您怎么不生气？您不是应该好好的惩罚他吗？他撕他的，我生什么气？再说了，他就算真的不同意，我又有什么办法？他不同意有什么用啊？这是我们尤毅和 Cyrus 的合作，公章还在这里盖着呢。可惜他说话，你这公章管用。是吗？刘小姐，您跟我指条明路，这位女士是？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游艺影业董事长沈之玉的独女，沈家大小姐沈元君。啊！既是这般身份，那这还不够明显吗？黑神话是游艺旗下的产业，他自然是要和他的人站在一起。不是，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姜子恒，英文名 Vigil， 取自于《神曲》当中为但丁引路的古罗马诗人，游艺影业大中华区现任 CEO。是你？怎么会是你呢？当然是我，如果不是我，怎么会知道你的项目进行不下去呢？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我们不是一直在说吗？谁让你像个孔雀开屏一样到处秀优越呢？还真是井中挖坑天上月。我小时候还觉得这些故事都是骗人的，所以外面的世界真的那么大吗？你仔细看看，再观他，当如以利浮游，见青天。我钱呢？我的钱呢？转走了，一到账就全转走了。他说那钱得倒到国外才干净，事成之后才分。谁告诉你？说，是谁指使你的？事情成了，皆大欢喜。这笔钱我们问没了。事情若不成，你作为台前之人，不然少了2兵请在上层。那出入啊，你不然非减刑不服。但出来之后呢，你考虑过，还有哪家公司会要你一个做毛范儿？眼下所有费用出来以后，全都归你，足够你安安稳稳度过余生。是我，是我自己被开除了以后心中不忿策划的，那章也是我伪造的，是我。可能公章明明是真的，究竟是谁呢？周总，你们的财务纠纷还是到公堂上去说吧。来人！几位，请随我来。今日大家来，想必都是为了他吧？真的很美，柳小姐，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您说。我想求购小山青。这一点我和阿元已经商议过了，本就有借黑神话之势，推动 Cyrus 打开大中华区国风珠宝年轻市场的打算，所以赠您一只也是应有之意。按我柳家的惯例，向来会同时开炉几件，以品质最高的一件为真造，供奉神明，其余为引造，流入市场。可是小山青的制作工艺繁杂，成品寥寥，最终只剩下1件真造和1件引造。只有1件，确实有些难办。不过，我愿出高价，以助柳小姐圆了小山青的商业神话。我说这些不是为了临场加价的。那柳小姐的意思是？它本来就是诞生于您的故事中，所以赐予他出世之机的神明是你。这是今日我将以小山青的真造一酬江先生之劳。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你好，我看你在这很久了，是在等人吗？这个点，下班都走了。不用害怕，我没有恶意，我就在这上班。游艺影业总监制尊木。他怎么能拉黑我？他怎么敢拉黑我的？江子恒真是太过分了，居然拉黑之后抛下你，休了年假出去潇洒。是我错了吗？我收了那么廉价的礼物，我难道连生气的资格都没有吗？当然不是，换作是我，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捧在手心里疼还来不及，怎么会因为这个生你的气呢？再说了，这本来就是江子恒自己擅作主张，导致你误会罢了。那他为什么不跟我道歉？像他这种自说自话的男人，怎么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要是有你一半，明事理就好了。Told you not to stare, don't doubt my desire. It's true. 怎么，以为我走了？你不会以为我是江子恒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吧？来，快喝吧，别放凉了。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很随便的人？怎么会呢？有一句话叫白头如新，情感如故。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想我是很能理解你的。快吃吧，吃完了我有礼物给你。吃完了，看看。沐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人变更合同，一个年利润200万的公司，这是我送你的第一份礼物。什么帕拉梅拉，你可以自己买，随便买。张老板，你也来了，今年做的不错啊。嗨，挣点小钱，这杂七杂八的扣完，到手这还有没有200万呢？倒是李总就那贵人相助，明年怕是要一鼓作气，乘风而起了吧？哎，小钱而已，要说贵，可比不上苏家的那位。听说啊，这盈利的新订单是他上面的人指名给的，也不知道走的什么运，竟然能入得这种大人物的眼。孙家的祖坟这是冒着青烟了。孙家再怎么说也是白手起家，生意做起来，要说祖坟上冒青烟，那还得是江家。谁让人家生了个好女儿呢？子恒到哪儿了？出发都半个小时了，应该是快到了。他们兄妹从小关系就好。老袁，回头帮我把车给冉冉送过去吧。我去，那冉冉的婚礼你不亲自去了？算了，她应该不想见到我。花姐，你去就去，为什么要我跟她说是我喊你一起去的？你呀，送你个人情都不知道，这送礼要送到位，懂不懂？我都亲自把小山青送过去了，还有什么不到位的？他昨天没有直接接过小山青，而是托我包装了一番，再交由你带去。这最起码说明了一件事。什么事儿啊？他很看重这个妹妹，这件礼
是要去给江冉的婚礼上撑场子的。啊，小山青本就贵重，甚至送过去的是真造而非隐造。别说是江冉了，给我的婚礼撑场子都足够了呀。那我问你，小山青为什么贵重？因为这是你呕心沥血3年才设计出来的作品，一经出世就拿遍了珠宝设计大赛的奖项，当然珍贵了。那我是谁呀？你可是国际的知名天才珠宝设计师，也是 Saros 的新任女总裁。出席江冉婚礼的都是些什么人？以浩宇器械的规模来看，大致都是一些小富人家。那他们能想得到，以江冉的出身，竟能获得小山青这种规格的新婚之礼吗？是啊，不因人贵。华姐，你是准备要亲自出场，以你的身份为之背书吗？总算你还没有笨到这个份儿上。本来啊，以你游艺大小姐的身份也足够了，可惜你韬光养晦，声名不彰，都还是需要我这个久居台前的姐姐帮你一把。你说我是不是送了你一个大人情？什么？不来了？好，爸妈年纪大了，你自己决定就好。你说说这孩子，他大老远的回来，怎么又不来了？这孩子向来就想得多，可能担心冉冉心里还怨恨他，怕毁了他最重要的日子。2位，这是江冉姐的父母吧？我们是，您是？孙浩宇的妹妹。二老第一次来这种规格的酒店，等会儿上菜的时候啊，请注意一点，控制一下吃相，别丢了我们孙家的人。请注意一点，控制一下吃相，别丢了我们孙家的人。你这小姑娘，你怎么说话呢？善意提醒一下罢了。毕竟江冉姐跟我哥谈了这么久，两家也算是知根知底。以江冉姐的情况来看，你们家的家教，至少君子绝教不出恶人的道理。我们家冉冉还是知道，何况还是第一次见面。至于谁的家教差，我也难说。说谁都会说，关键是要看怎么做。你们家江冉得亏命好，被我哥看上，否则就他上那所破学校，这辈子呀，也就跟您二老一样，劳碌的牛马命。的确，我们家冉冉的确是不够聪明，不然的话，以他的分数，完全可以上个1本。怎么会选择了你哥那个破大专？还有就是，都什么年代了，还以学历看出身呢？进了社会看的是个人能力。我哥虽然跟江冉是同一所学校毕业的，但毕业以后一手教浩宇器材，做到了现在这种规模。游艺知道吧？做出黑神话那个游艺影业，我哥凭借自身的能力，从他手上生生啃下了1.5成的摄影耗材订单。人家游艺那么大的公司，都要拿这个当我哥的新婚贺礼呢。别说区1本了，就是清华北大，能胜过我哥的也没几个。就是，二伯，江冉这算是掉到金龟婿了，你们可得好好把握，别拖了江冉的后腿。你们家总算还有个明事理的人，要不是江冉有陪我哥起立微末的经历，又怀了孩子，你们以为今天轮到他来当新郎啊？你们以为今天轮到他来当新郎啊？你什么你啊？孙家伯，你们家这姑娘说话也太难听了。他有说错吗？什么？他有说错吗？我们家浩宇现在正是事业的上升期，有多少年轻漂亮、家庭好的争着想嫁给他？可是你们江家呢？啊，对，你们是赔了15万的嫁妆，那又算多少钱呢？连个像样的车都买不了。我们家可是买了房子的。没错，你们家是买，可是那房子是挂在你名下的，就算是离了婚，那我们家冉冉依然什么都得不到。怎么还没结婚就想分我哥的婚房了？亲家母，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们家本来就没有彩礼，那15万本来也是支援小家庭的共同财产，我们家本来就没想占你们便宜。江冉能嫁进我们孙家，就是占了天大的便宜了。她什么学历啊？什么年龄啊？什么家境啊？如今我哥的公司正是快速增长的时候，要不是娶了你们家江冉，那可以挑一个年轻漂亮、家境又好的。
说不定还能在事业上给到支持呢。就你们裴家那点东西，我意思急呀！哎呀，老姜，怎么了，老姜？回来跟你二伯好好说说啊。你这不是他回门的时候，好好管教管教。也不知道从哪来的脾气，一张嘴就要5、6千的钻戒，买个3千的，这有多大本气似的？我们孙家娶的是媳妇儿，不是个斧头。别生气了，毕竟是冉冉大喜的日子。丝毫没看错，这绝非是良配呀！冉冉铁了心要嫁到他们家，以后那是要受委屈的哟。二伯，您这口气可太大了。连孙家都不算良配了。人孙浩宇今天游艺的合同订单一下来，立刻就能跻身全国行业前10，年收入1000万起。加入这种家庭里面，受点委屈算什么？结婚是2个人在一起把日子过好，不是谁家条件好一扒着不放。说来，冉冉今天结婚，子恒怎么没回来？他回来了，可他不来参加婚礼。莫不是他当初棒打鸳鸯，逼冉冉分手，搞得兄妹决裂，如今混得远不如这个妹夫，没有脸回来了。他要是混得不好，也可以来找我嘛。你们知道，我现在给周家当司机，还算有点人脉，毕竟是亲戚，我又不会嫌弃他，怎么着也得提携提携。现在有请我们的新人登场。原来你真的不回来。我们的新郎新娘从高中走到了现在，也是十分的不容易，尤其是新郎，如今事业有成，依旧不改初心，真是很让人感动。下面有请新郎的父母上台致辞，大家掌声欢迎。感谢各位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我们家浩宇啊，从小就优秀，有头脑，有闯劲儿，不然啊也不会把一家小的器材租赁公司经营到这种程度。就连游艺影业这种国际知名的头部公司的订单，我们都拿下了。所以江然呐，我希望你聪明。所以江然呐，我希望你聪明一点。怎么婚礼现场这么说话的？什么情况？当众教育？看起来这婆婆对儿媳妇还不满意。你要做好浩宇的贤内助，稳定好大后方。你要控制你的小姐脾气，还有你的攀比心理。我在这种场合说这话很严重了，看来平时真的做。看来呀，是没结婚的时候就捞得挺猛的，把婆婆弄得这会生气。都这样子了，男方还愿意结婚，真是深情啊！一年能收入多少？不要要这要那的，大家伙给评评理，这是过好日子的样子吗？看起来还挺乖巧懂事的，这是知人知面的不知心的。听说呀，是那小户人家庭出身的，肯定是父母家教的问题，太贪了。这都高攀了，还不知道收敛点儿？以后生了孩子，这家业还能给外人？蠢呗！这种家庭出身，你还能指望他能有多有远见、多聪明呢？我没有，是谁因为钻戒跟浩宇置气呢？又是谁天天拿嫁妆说事儿的？冉冉，我妈又没说错。有些事情啊，我们家浩宇不方便说，我这当妈的看不下去啊。咱们丑话说在前面，你说，我听着。我们家浩宇啊，一表人才，能力超群，
大家都是知道的。那是自然的，要不然也不会把家里的公司做到如此大的体量。哎，我们都接到有意的大单啊！上下位置不要搞错了，不要以为你们早就认识或者怀着孩子就能怎么样了。现在是你江然，求着也要把浩志绑死。不要以为你没要什么彩礼，赔了10几万嫁妆就很多了，这是你应该做的，知道吗？说的对呀，江然啊，要不是因为娶你，哎，我们家浩宇随随便便整了一个，那陪嫁不得给台宝马奔驰什么的，说起谈生意开着也倍儿有面子。你要知道，是你拖了我们家浩宇的后腿，要懂得感恩。哎呀，就别人条件差，不思进取，挑这挑那的，年纪轻轻就想着享清福，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你不拿镜子照照自己，配不配？够了！我们家是小门小户，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教过自己的孩子去占别人家的便宜。你们孙家现在发达了，瞧不上我们家，可以。我江一鸣这辈子我没什么出息，我也没挣到什么钱，看不起我可以，但是我们的孩子那也是我们全家从小捧到大的。我不能让你们把他身上泼污水。然然，我们回家，孩子大不了我们自己养，不用他们孙家出钱。爸妈，对不起，是女儿不孝，连累你们在这跟我一块丢人了，对不起。但是这件事你们能让我自己处理吗？我没看错吧？掐我一下，掐我一下。哎，哦，真的是那位刘花小姐，我在采访上见过她。小山青的设计师，30岁的先是总裁，他这种身份居然来参加孙家的这场婚礼。孙家只是要上天啊！有话，他怎么会来呀？还能有什么原因啊？肯定是啊，你哥跟游艺公司合作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了。他还不是来这儿结结善缘、拜拜码头啊？还能去见江家那种小门小户，他们也配？说不定啊，看你哥年轻有为，的确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妈，你说什么呢？跟柳小姐身份悬殊啊！这男女之间的事儿，谁又能知道呢？看到了吧，我哥的潜力，就算是 Soros 的女总裁，也要折节下交。像帕拉梅拉，就算是新款新车，做得了什么呀？袁大哥，要不然趁现在我们还是走吧。我不想再连累我爸妈，说他们欺负我。放心吧，你哥哥很厉害的。柳小姐大驾光临，我们什么都没准备，实在是打扰了事。我们来的突然，未经通传，多有叨扰，还请主家莫怪。您这说哪里话呀？您能大驾光临啊，可是为我们家小燕增辉万千呢。来来来，您快请上座。你来的正是时候，有你的订单还没有到，到时候啊一起观礼。不急，正好让我把礼送了。哎呦，柳小姐，您真是费心了。就是这个呀。暗炮，刘总，这是我妹妹孙薇，她来接礼物没问题。您家的下属未免有些反应过期了。首先，这礼物不是送给你妹妹的，她不该乱跑。其次，阿元她不是我的家属。你就是江然吗？是。你好，我叫沈元君。叔叔阿姨好，我是恒哥的下属。华姐，这丫头。二老辛苦，张小姐，新婚快乐！一点心意不成敬意，我想拿。这难道是这才人谁少的就？他现在展出的是什么？听说柳家有规矩，因为报废率高，一件藏品通炉可能会开出许多件，留下最好的一件，供奉神明，称为真造。余者进入市场流通，称为影造。毕竟这真造有价无市，即使是影造，也足以震惊全球首富圈了。凭什么呀？然然姐，这件小山青可不一样啊，是真造。
这女王要说什么？这竟然是小冉修的真造！这江冉到底是什么来头？刘总，你我素昧平生，又无功无德，这么贵重的礼物，恐怕我不能收。江小姐客气了，虽然你我素昧平生，但我与你的兄长是深交已久，这礼便是他托我送给你的第2件礼物，本就是等价交换，死无一件而已，不必挂怀。当然了，也是我这小妹软磨硬泡，否则按我柳家的规矩，送的当是你造。既然是子恒的交代，多谢刘总亲自跑一趟啊。故有之托，应有之意。哦，对了，还得多谢陈小姐美言呀。哪里哪里，恒哥家有喜事儿，送点好的自然是应该的，算是员工福利。要辛苦哥哥为我准备这么多了，只是恐怕我又要让他失望。失望？就是这婚结不成了呗。孙家重利忘义，仍然忘记了冉冉之前的种种付出，自认门高，觉得江家配不上他，对冉冉万般刁难。就连现在冉冉自己花钱买个钻戒，还嫌他花钱多，要不要脸啊？冉冉姐，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门，这婚不结也罢。不错，那这小山青便当做你脱离樊笼的贺礼吧，倒也合适。其名正是出自苏东坡的名篇《行香子》，正所谓重重四画，曲曲如萍。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明，待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冉冉姐，青山依旧，旧事已矣，过去的都过去了。往后只会是坦途。冉冉，我跟我妈商量了一下，还是挺舍不得你的。这婚我可以继续结。不是，哥们，你是不是大白天又在做白日梦？楼上有个酒店，我送你上去好好睡一觉，好不好啊？我认真思考过，你对我是有感情，而且怀着我们的孩子，你也不想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被那些不知情的人指指点点。冉冉姐，你可一定要考虑清楚啊！对啊，孩子的事情先不提，有些人不是良配，你不要勉强自己。再说了，你还有家人，他们才是你的后盾。真心的，你看他都知道错了，求你跟他复合呢。我没看出半点求的意思啊！冉冉，婚姻是我们自己的事，你要自己想清楚，不要太在乎别人的意见。想想，如果我们成婚，现在房车拒绝，我又拿下了游艺的大本，前景远大。再加上你哥那边和萨尔斯的关系，双方合意，未必不能给他带来一些帮助，可以是共赢的。冉冉，你不是最喜欢欠人钱吗？而且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母亲，你应该清楚，现在和我继续结婚是你最合适的选择。你也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吧？你知不知道？行了，干嘛？这是人家的家事，你不方便插手。有些事还是让江小姐自己决定吧。连大哥，我哥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只是怕，要不你可以帮我打一个电话吗？我自己跟他说。好。婚礼出岔子了。喂，是冉冉吗？哥哥，有人欺负我。我马上到。你放心吧，他跟我一块过来的，离得不远，一会儿就能到。周薇，滚过来，哥，给你嫂子道歉。凭什么呀？跟你嫂子道歉。豪哥，对不起，他不是这件事的主人。啊，过来，给冉冉道歉。行，闹雨，哪有婆婆给儿媳妇道歉的道理啊？这我这长辈威严还要不要了？他认你是长辈，他不认你就不是。别让我难做啊！冉冉啊，对不起，那妈呢？这2年就是生活过得好一点，有点飘了。
其实以前我不是挺照顾你的，不是啊？张善，你这个人蠢笨愚昧、短见薄识，但好歹养育了一对儿女，这辈子也算过了。我知你是何等样人，我不怪你。但是孙浩宇，你没必要再装下去了吧？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难道不是你这个人为人凉薄的问题吗？这才对嘛！冉冉，你是怪我对我妈和妹妹太过于不讲情面？我这不是为你出气吗？为了我，你不是为了我哥背后的资源吗？为了你自己罢了。都怪我没有听我哥的话，事到如今才看穿你的真面目。但是你的母亲、妹妹不过都是被你这无辜资产所挑逗利用的两把刀而已，而我才是被你搓磨了7年的那个人，是你。但我不该让你付出代价消除此恨吗？不，当初是你一掉就上钩，爱我爱的要死要活，不是吗？更何况我现在事业有成，又明显要借游艺之力乘风而起，而你一个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的家庭妇女，拿什么来报复我啊？我劝你啊，还是接受我刚刚的建议，和我结婚。到最后，这好处我还是落在咱们孩子身上。他没有，我有。哟，大舅哥呀，没想到啊，你这株无根浮萍也混出了头，扎上了根，还跟柳小姐建立了这么好的关系。该说不说啊，这江家的坟头真的是有点说法。不过你应该听一下我的建议，以你外甥为基，合你我之力，让我们两家更上一层台阶才对。比起冉冉年幼无知，误他至此，而如今冉冉已对你恨之入骨，难道你还认为我会一并前嫌与你通力合作吗？江子豪，你既然能混到今天这个牌面，就应该知道，所有的人只要有力，就一切都能谈。你太高看你自己了。哦，那我倒是好奇起来，论起规模，萨尔斯和游艺只在伯仲之间，不然我手里只拿了1成半。都使你与柳小姐相交过年，可终究是天壤之别。你到底是哪来的底气闻声于我？就算我与你势同水火，但又怎样？难不成你要让萨尔斯施压力，让游艺取消我的订单，把我踢出供应商之列？收拾你，还犯不上让柳小姐出手。不怕告诉你，这笔费用是新任总助亲自联系我敲定，我上头不是没人的。好啊，那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上面的人是何等光彩。人应该早就到了吧？是不是安排在休息室里等候，想等到这婚礼进行到高潮之时，再出来一鸣惊人，以助你生事啊？把人叫来吧。于总助，是时候劳烦你移步到宴会厅，顷刻之间变动。今日且见江兄之威。不会让你失望的。游艺影业于总助到。于总助，劳烦你跑一趟。职责所在，不敢推脱。今日是我浩宇去谢大喜的日子，不是因为我今日结婚啊，是因为我成立了一个小小的不到3年的公司，竟然与行业龙头游艺影业签订了明年1成半。我孙浩宇何德何能啊？对，你孙浩宇何德何能啊？江兄这是有话说呀，来说。懒得说，他怎么敢这么说话？在这么重要的场合，竟然敢口出狂言！他这出怕是要萨瑞斯和游艺结下死仇啊！生意场上要的就是一个一往无前的事。这游艺携手影视排行第1之威，受了这般羞辱，要是治不了这小子，游艺这位大中华地区的 CEO 怕是要成为商界的笑柄喽。杨总，你太嚣张了！于总助代表的是游艺影业大中华区 CEO 的脸面，你既然如此来散，你是有意挑衅吗？小鱼，过来。江子豪，今日于总助当面，我劝你尽早道歉。你今日的猖狂之举，伤的是游艺影业大中华区 CEO 的脸面，到时候牵连报复到 Stars， 你岂能对得起柳小姐？
我伤友谊影业大中华区 CEO 的脸面了吗？没有的事。不是，徐总说，你方才听得清清楚楚。我说没有，自然是没有。安静一下，把合同拿过来。徐总说，你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万人角逐的亿万订单啊！这有意的合同，徐生，实为苏三，我一定要状告到友谊公司总部。这么办事，供应商谁还安心信友谊办事？告诉他我是谁。是谁？在你面前的就是友谊影视大中华新任 CEO 姜子恒先生。什么？姜子恒他也是友谊影业新任 CEO 啊？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以你的资历，你凭什么坐上这个位置？就凭他是黑神话项目网最灵魂的人物啊，就是环球本人。回去，你是回去，怪不得我能拿到订单，是你让江然把订单给我，所以柳小姐才把小山青送给你，因为你们是神交知音。累了，辛苦你跑一趟。没有什么，一切为了公司业务。走吧。走吧。孙总，你从我家预制的那批器材出现了问题，现在需要全款预定。鉴于你和友谊的合作告吹，新一批的贷款审核也无法通过，上批的贷款需要你证明自己有还款能力，提前还款呢。孙总，既然你和友谊的合作告吹了，那我们之前扩大规模的事儿，现在还是缓一缓吧。我现在给你3天，把停放在我厂房里的器械处理掉，否则视为弃置，我自行处理。都滚！你怎么才来呀？我们去，这位是前女友，他是谁？同事，跟你有关系吗？前女友，同事，穿的这么喧宾夺主，实习生吧？第一次来参加年会，连公司的规矩都不懂。友谊对他没规矩。哟，还护上了？怎么想老娘吃嫩草啊？这位姐姐，你跟恒哥已经分手了，对吧？对。既然已经分手了，你又不是友谊的，那是现任也在友谊？不仅在，而且啊，还是他的顶头上司啊！你还有顶头上司？他说的是孙木。连你们项目组的直属总监你都不认识，看来你也刚进公司没多久，职级也低，有些事啊你也不知道啊。你们这些小姑娘啊，可要小心。这里有些人呢，仗着自己多上几年班，做出一副前辈的样子，帮你们做一些举手之劳的小事儿，你们就会误以为他们很厉害，进而对他们产生一些好感。你可要当心，别被骗了。没事儿，恒哥会为我保驾护航的，对吧？那是自然。姜子恒，你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年纪大的能看透你是吧？现在开始骗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姑娘，这跟你好像没什么关系吧，前女友？男人光凭一张嘴皮子厉害没有什么用，还得靠自身实力。像你们总监孙木一样，带领旗下项目组拿到应市第一的好成绩，这走到哪儿啊，别人还能敬你3分。我刚跟孙木在一起，他就送了我一个公司呢。送你一个公司？不错，你跟他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沈总到。好。爸，阿元，沈总，沈总，子恒，一转眼你都长这么大了，爸也老了，以后友谊的未来就靠你们俩了。子恒，
阿元年纪小，以后你要多带带他。那是当然。人到齐了，咱们开宴吧。走，咱们上去。沈总，难道？诸位，今天大家聚在这里，首先呢，我要感谢游艺影业的全体同仁。过去的1年，经过你们不懈的努力，我们游艺影业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同时呢，我还要感谢各位业界的同行大佬赏光来参加游艺影业的年终盛典，在这里，我沈之宇感激不尽。他就是游艺影业董事长沈之宇，那他岂不是？今天的年会啊，我要宣布2件事。这第一件事呢，我的年岁越来越大了，精力有点跟不上了。从今天起，将由我的独生女儿沈元君暂代我接任游艺影业董事长一职。她就是沈氏的独女，千亿财团的千金，那岂不是便宜了姜子恒那小子？不对，2个人相差太大，就算沈小姐对他倾心，沈总也不会同意的。这第2件事呢，大家也都知道，游艺影业今年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业绩，黑神话重走西游获得全球票房第1。子恒，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游艺影业最宝贵的人才姜子恒，他是黑神话项目的主创，同时呢，也是一位天才的导演和编剧。魏总，什么？子恒的能力不可辩驳，我们游艺啊，本着唯才是举、唯贤必用的原则，所以呢，我们破格提拔他成为游艺影业大中华区 CEO。他将和我的女儿无为表里，扶持前行。希望公司在你们的带领下，能够像咱们年会的主题一样，乘风破浪，让梦想起航。各位，让我们共同期待游艺影业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谢谢你们。这成为游艺影业大中华区的 CEO。晚高峰，你不会早点出门啊？你是第一次出晚高峰啊？你们收到过这么傻逼的生日礼物吗？一会儿你们到了就往死里损。谢谢你的爱，好廉价，廉价到让我觉得恶心。这样下去，你不仅会失去我，还要眼睁睁看着我遇到更好的人。在这种强烈的后悔和嫉妒心之下，你才要想方设法的拆散我，不是吗？你离了我，你就遇不到更好的了。而我刚离开你，你的顶头上司就对我一见倾心，你不后悔不嫉妒吗？我刚跟苏木在一起，他就送了我一个公司呢。你跟他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都干了什么？老公，老公你在哪？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啊？妈的！老公，年会就要开始了，你怎么还不来啊？怎么会？接电话呀？怎么可能？你在哪儿？你为什么要杀我？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你个混蛋！今天沈总荣退，我呢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哦，我还有礼物啊！果然是天才的编剧，细心呐。我会安排人将公司近期高价收购的设备分批破坏可替换部件后，报为日常损耗，
你只要用沐风文化这个公司壳子把它回收走，换个部件就和新的一样。但这种规格的器械恐怕不太好出手，国内有需求的就那么几家，并且实力雄厚。你可以提供租赁服务，我也会在公司推动买不如租这件事，左右没有成本。到时我们可以将市价打下来，多做几家生意。当然不是，换作是我，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捧在手心里疼还来不及，怎么会因为这个生你的气？再说，这本来就是姜子恒自己擅作主张，导致你误会罢了。像他这种自说自话的男人，怎么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有礼物给你。成年人爱在哪儿，钱就在哪儿，更何况美貌是要金钱维护的。有句话叫“爱人如养花”，不是吗？多亏了姜子恒，我才能和你在一起。一个年利润200万的公司，这是我送你的第一份。什么帕拉梅拉，你可以自己买，随便买。这是孙木联合自家亲戚侵吞公司财产、谋取私利的证据。陈总，执法部门已经批捕了，公司损失的绝大多数利益都可以追回。太好了，这个礼物我非常喜欢。陈老女士，就沐风文化侵吞游影业重大设备牟利案，您是重大责任人，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不是我啊，你们应该去找孙木啊，跟我没关系啊。孙木已经乘坐今晚7点半的飞机，试图逃往东南亚，上级单位已经下发了逮捕令。您作为沐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实际法人，如果有不知情的情况，你可以提起上诉，但在此之前，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带走。我不去，姜子恒，你救救我！子恒，你知道的，跟我没关系啊。配合调查，如果真的可以证明你不知情的话，会请判的。姜子恒，走。姜子恒。哎，你们干什么？放开，跟我没关系。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缘法。子恒刚一上任就揪出了一个大蛀虫，干得不错。诸位，为子恒贺！子恒贺！为有一个！干杯！